客厅跟餐厅收拾到差不多，初步成型，所以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3个月以来的家装心路历程。We actually want to get another color too. Okay. A blueprint, ultra matte finish, and gallery. Okay. 你在干嘛？技术指导，屁，你刷完了吗？刷完了。耶，收工。这个沙发呢是他一定要买的，他超级喜欢，因为它胖胖的，然后是真皮的，特别软，也蛮符合我的想象吧。因为最开始我是去 Anthropologie 试衣服的时候，看到了一个很传统的 Chesterfield 的那种沙发，然后Chesterfield 就是那种手柄很高，然后整个人都可以陷进去。我感觉这个就是一个现代版的 Chesterfield，所以我们两个都很满意。你看现在他们俩躺在里面，然后这个位子现在就是 Tommy 小姐姐的专属位子。这边是原有的一个 fireplace， 我们也不确定它能不能用，可能也不会用，现在都堆了一堆杂物。我们就是买了一个大的镜子挂在它的上面，然后感觉成为整个客厅的一个 focal point。我们整个客厅就想形成一个比较大的空间，早上起来可以在这边跟着视频做运动，朋友来就可以围成一圈，大家一起聊天啊什么的。这个小皮沙发也是他特别喜欢，坚持要的，木工特别的优美。电视柜也是他喜欢的，特别重，因为上面这一块是真的大理石来的，大理石还是花岗岩？大理石来的，所以又重。这个电视机本来也是想把它挂在墙上的，然后我们买了一个那种可以转动的电视机轴，然后我本来想的很好，是想要在做饭或者吃饭的时候也可以在看电视，但现在就还没有把它挂起来。但我们把墙全部都刷成蓝色了，就你可以看到我们搬家的时候墙是白色的，整个把它刷成了一个蓝色调，从餐厅这边然后一直到客厅，就形成一个很连续的大空间吧。然后地毯也是专门买了蓝色系的，还有这个 poof 小坐垫跟窗帘都是专门买了蓝色系来配合这个空间整个的色调。我们用的这个颜色就是贝尔2019年的年度色彩，是叫 Blueprint。我们其实中间选了，这样灯光下看好黄哦，但是我们其实选了超级多的蓝色，因为我们当时我们2个人看到一些就是灵感的图片都是比较偏重口味的，然后所以当时看到这个宣传册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好吧，就是它了。涂出来的效果我们都还蛮满意的吧。这边就是餐厅了，餐厅最早定下来的就是这颗灯，这颗气球灯，还有这个餐桌，餐桌也是我们很喜欢的那种比较厚的实木板，有一点几何感的书腿，就稍微有一点工业风，然后给它配的椅子也是这种有很多线条的 Eames chair。就我们跟同事聊天的时候就特别好笑，大家都说就是每人家里都有几把这个椅子，坐着就蛮舒服的，我可以把整个腿都盘上去，然后感觉它可以包裹住你，就可以在这里坐上一天。看到这些 hairpin leg 是我准备要自己买一块木头来做一个茶几的。
是放给客厅的，然后木头还没有选好，但是先把腿给买好了，所以它还躺在这儿。另外这边的椅子呢，也是买了一个就是黑白风，它是一个皮质的，有一点弧线，竟然也有一模一样的这种腿，然后下面就是很多线条很几何的感觉，我很喜欢。然后上面又是那种很圆润、很符合身体工程学，坐起来很舒服的一个椅子。其实当时给这个餐厅选配色是地毯，也是特别头痛，因为当时先有了那颗灯嘛，然后灯上面有粉红色、黄色，然后还有黑白色，就一直想用一些比较鲜艳的色彩的地毯跟它搭配起来。然后当时我们已经决定，就是整个墙会是蓝色，所以在想可能就是一种比较水彩风格的，又有蓝色，然后有一点粉红跟黄色，感觉可以提亮这个空间，然后让餐厅也显得比较活泼嘛。但是就是选了，我感觉超过100种地毯吧，都没有选到合适的。然后后来说算了，我们也有预算，然后就走最简单的黑白色系的椅子加地毯，就走最简单的风格，最百搭的风格，让它低调一点，但是还是呈现一种比较明快的感觉。因为整体的椅子设计感很强，所以我感觉整个空间的效果还是很好的。的空间布置思路跟客厅就不一样，客厅是属于把所有的东西都摆在边边，然后形成一个中间比较大的区域。餐厅就是把所有的 focal point 都放在中间，上面最吸睛的灯，然后到中间居中的大餐桌，再到一块勾勒出中间区域的地毯，这样来划分出一个餐厅的空间。因为它本身是处于一个开放式的平面，然后餐厅是没有它特别固定的墙来告诉你说这是一个餐厅，所以我感觉经过这些动作之后，它就是形成了一个很明显的餐厅空间，但又不会打破整个这一层特别开放然后特别宽敞的这样一个格局。所以呢，客厅也不算完全的打理好了。下一步首先就是要把这个电视给挂到墙上去，那里还有一堆画啊、模型啊，还是设想整个跟电视在一起这一片大墙道做一个大的 gallery wall， 就是把电视然后这些画框都拼在一起，形成一种很有艺术感，然后有很多看点的一面墙。但是我买了很多艺术画都还没有拿框子框起来。还有一件事情是，像这边是我们出门的区域，现在都还是特别多的杂物。我们其实买了这种小圆点，准备钉在墙上，可以拿来挂衣服，但在想怎么把它钉得更美观一点。最后长远的计划就是要把这一坨沙发后面的区域给整理出来吧。就当时觉得整个客厅这边比较大嘛，就想着这里会有一个通道通到阳台，但是靠墙的这块区域就会作为一个公共的工作区域。我们家其实一直都有这种朋友说的那种网吧 feel， 因为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，我们俩就是同桌，然后都会有自己的台式电脑，方便做图啊什么的，所以我们直接就把以前的电脑搬回家，然后一直用了好多年，都觉得很方便，也不想把它给换掉。但是我确实觉得这样很影响家里的感觉。我目前想的是可以搞一个很大的那种floating shelf， 2个电脑放起来，就会跟家里其他部分的木调的家具比较配一点。上面看那一坨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过曝，看不看得到。然后那块现在是我的就是 to do list， 然后 mood board， 然后反正就是各种烂纸条撕了，然后想到什么写什么就贴在墙上。我以后也想搞一块就是可以做各种笔记的板子在那个地方吧，然后可能会多放几层书架，就有更多收纳的地方。我们的客厅餐厅现在差不多就是长这样了。我们还是选了一个比较大胆的颜色，而且是我们2个喜欢的色调，结果也非常满意。打破了我们之前租房的时候都是白墙的一个空间设置，我们都还蛮开心的。我会试着把我买的所有这些
家装的装饰品，还有家具的连接都放在下面。我们最早搬进来的时候还拍了一个 empty house tour，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我会把链接放在上面。下一次可能就又会去介绍厨房。之前我们自己翻新厨房的时候，我有拍一个 DIY 过程的视频，有观众反映成果展示的不够，而且我在考虑还会增加一个新的单元，期待一下。那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